阿里早期37个投资人全部拒绝马云，为何偏偏把锅扣在了雷军头上？这个让雷军后悔一辈子的决定，居然是被一个长得不像好人的人给搅黄的。2017年，雷军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后不后悔当年没投马云，他苦笑着说：“那肯定啊，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了。”好家伙，能让身家1000亿的大佬亲口承认后悔，这事儿得多大？但问题是，马云到底有没有找过雷军融资？网上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是这样说的：90年代末，马云刚创办阿里巴巴，四处找钱，那时候的雷军已经是金山总经理，互联网圈响当当的人物。马云找到雷军，激情澎湃地讲自己的电商蓝图，动不动就是几百亿、几千亿的生意。结果呢，雷军的手下凑过来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人满嘴跑火车，是不是做过传销？”雷军听了点点头，说了一句让后来无数人捶胸顿足的话。他说自己项目这么大，怎么看都觉得是骗子，就因为长得不像好人，雷军把马云给拒了。这个故事传了10几年，越传越玄乎。有人说雷军当时被马云吹牛吓到了，有人说雷军只投熟人，马云不是熟人，还有人添油加醋。反正核心就一句话，雷军看走了眼，错过了阿里。这个故事有多火？火到雷军每次公开露面都有人问，火到网友天天在雷军微博底下耍当年为啥不投马云。但雷军自己说这事儿压根儿没发生过。雷军被这个问题问了10几年，终于忍不了了。2019年4月28日，有网友又在雷军微博评论里问当初为啥拒绝了马云，雷军直接回复这是谣言，马云在创业过程中从未向我融资，也谈不上拒绝。2022年8月11日，雷军在年度演讲上再次公开澄清，这些年来网上有很多传言说马化腾创业的时候要把 QQ 卖给我，然后我没买，还有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找我投资，我没投，反正显得我就很傻，而且很没眼光。这里我借这个机会正式声明一下，他们2个都没有找过我，这全是谣言。而我真真正正谈过的只有一家，就是网易。我就找丁磊，我说要不呢我出1000万人民币把你公司买下来。他们当时公司大概5、6个人，那个丁磊呢拒绝。丁磊拒绝雷军，雷军拒绝马云，这剧情比电视剧还狗血。但雷军的辟谣似乎没啥用，网上的段子手们根本不在乎真相，继续传播雷军错失阿里的故事。有人甚至编出了更离谱的版本，如果当年雷军没有拒绝马云，那他就是中国首富了。雷军内心 OS 大概是我解释了，你们不听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绝望啊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雷军从来没被马云找过，那网上流传的37个投资人拒绝马云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儿还真有根据阿里巴巴早期员工彭磊的回忆，马云每次从外面融资回来都会对团队说我又拒绝了一家 VC。 有一天他说自己已经拒绝了37家 VC， 后来大家才知道真相不是马云拒绝了37家 VC， 是马云被37家 VC 拒绝了，因为没人相信他的话。1999年，马云和18个合伙人在杭州湖畔花园凑了50万创业，钱花完了，到处找投资。那时候互联网泡沫还没起来， VC 对电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根本不感冒。马云每次碰壁回来，为了不打击团队的士气，硬着头皮说我又拒绝了一家 VC， 明明是被人拒了，非说是自己拒了别人。这一波操作我给满分，这不是撒谎，这是用体面在保护团队的信心。那雷军到底有没有在被拒绝的37家里？答案是大概率没有。雷军本人已经3次公开辟谣，说马云从未找他融资，但网上那些段子手不管啊，他们恨不得把所有没投阿里的大佬都塞进37人名单里。雷军、柳传志、冯仑、马化腾全被拉出来鞭尸。有媒体分析，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在某次采访中开的玩笑，结果被当成了真事儿。一个玩笑传了10几年，传成了雷军一生最后悔的决定。雷军心里苦啊，我连被拒绝的机会都没有，哪里来的后悔？2026年的今天，阿里已经是市值万亿的巨头，雷军的小米也做得风生水起，但雷军拒绝马云这个段子依然在互联网上流传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翻出来炒一遍，每次都能上热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故事太好看了。一个少年成名的互联网大佬看不上一个满嘴跑火车的创业者，结果那个创业者成了中国首富，大佬自己反而后悔了一辈子。这剧本比电影
还精彩，但真相可能没那么戏剧性，但大家只想看自己愿意相信的。只能说互联网的记忆有时候真的不太靠谱。至于雷军到底有没有后悔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不管马云当年找没找过雷军，阿里的故事已经是中国商业史上最传奇的一页了。而雷军也用自己的方式写下了另一页传奇。